这位是来考一下啊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西北大学的门面哦，很好。左手边那边往下走是法律学院，然后这边是西北大学唯一的学餐。这边是主要的办公室，所以如果你有财务相关的奖学金啊，或者是缴费相关问题，你可以来这边。现在我身后这栋建筑物呢，就是西北大学的第一栋建筑。当初1925年4月2号，爱因斯坦就在这边安了西北大学的基石。西北大学要来跟大家介绍西北大学的校园，这是大家敲碗的。而且我今天穿这个西北大学的衣服，我背面还有爱因斯坦。哦，好啦，所以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校园，走吧 ，Go。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西北大学怎么开始的。首先呢是有一个人叫做 Shapora 这个人他是一位数学教授，然后他也是一位拉比，他就在1897年的时候开始提倡这个想法，就是要提供犹太人有高等教育的机会，有一个地方这样。然后接着呢，这3个人分别是Martin Buber， 然后这个是Chaim Weizmann， 这位是来考一下啊，这位是 Bertold Fevrier。他们3个人呢共同提案，说要盖耶路撒冷大学。好，所以什么耶路撒冷大学？不是西北大学。他们共同提案要盖西北大学在耶路撒冷。在1918年，西北大学的基石就被建造在身后的西北大学里面，并且呢，在这个提案之后呢，在20世纪初期，4位学者，犹太学者，他们共同建立的西北大学，分别是 Warburg， 还有弗洛伊德，还有 Weizmann 跟 Einstein。1918年开启了这个运动，1925年招生了第一批学生。我们现在就前往校园看。那你是第几届的学生？2023年的学生。而且我们根本是那个国际部啊，根本不知道。好吧，为什么你有这件衣服？我之前呢，就是受到我们学校国际部邀请，因为我是被拿来当做 token， 我就是亚洲人，里面就觉得我是亚洲人。哇！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西北大学的门面哦，很好。捕获野生弗洛伊德，不是捕获野生的爱因斯坦。我们刚刚从入口走进来，那边要过一个安检，走进来直走呢，你就会到这个 main building。除非你是要直接去 Rothberg， 不然其他会需要的东西都会在这栋大楼里面。我们现在就带你进去看 ，Go。哦，所以这栋大楼你进来呢，右手边这里是社会科学，不是social science， 对，是社会科学的部门。来这边照一下。然后呢，那边有一排的 microwave， 所以如果你自己，通常我们都这样，就是你自己带便当的话，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加热。接着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一间书店，你在大学里面要买希伯来文的书，都可以在这间书店买到。因为国外的大学其实是不用买课本，通常都是线上的资料，然后你要查一些文献，你直接去图书馆查。所以这个图书馆里面也不只有卖文具哦。我买了一支 Juicy 笔，好像100多块台币，超贵。建议大家先在台湾买好文具再来，不要在这边买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带你去看咖啡厅 ，Go。这间咖啡厅非常的推，因为它有一个沙拉吧。其实很多咖啡厅都有沙拉吧，但是这一间40块大碗就夹到满，你就跟他说你要这个，然后夹到满，超便宜，超赞，推荐大家来吃。接着这栋大楼，你就顺着走，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个手扶梯向下。现在带大家去看这个手扶梯下面有什么。楼梯下来呢，右手边有一个理发厅、学生价，大家自己来看。然后有一个小的，很像便利商店，里面卖蛮多东西。所以你如果课间肚子饿，你可以来这边买东西。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间影印店，在那里。That's it。我们去图书馆。图书馆。
ou qualquer vadia que você escolhe. Eu que faço meu dinheiro, não vou te dar mole. Mas se eu tivesse no padrão, será que tô dentro? E se eu tivesse fama... By the way， 这个是 Irene 在学期间都会来这边看影片、玩手机、吃饭的地方。 Essa tipo quem é ele? Ele é só macho escroto dentro do padrão. E tem monte que se deita. 是图书馆里面的媒体教室。你如果是戏剧系的学生，或者是其他科系会需要看多媒体影音的话，你就可以来这边借，就是 DVD 或者纪录片，这里面可以看。这边有个图书馆的开关门时间给大家参考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图示，它这边告诉你说不要把你的包包留在原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人们会怀疑那是不是炸弹。 所以就会有人通报，然后就来检查你的包包是不是炸弹，所以他就告诉你说，不要把你的包包留在原地，然后人离开。对，如果你要离开，就要请别人帮你看一下。也会有很多一些人请你帮他看包包。好，现在我身后呢，有一个大叔。现在我身后这个就是图书馆，这个是西外大学主要的图书馆 ，Bloomfield Library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。对，那因为在我们学校里面还有其他的图书馆，所以如果你要找教室的话，你就是要再特别看一下是哪一个图书馆。我们现在在的是3楼，那这个图书馆可以干嘛呢？里面除了借书，然后去借一些影音的纪录片或者是影片之外呢，你还可以去你还可以去借小组讨论室。在3楼，就这一层楼，你走进去还有一个 student lounge， 你那边有很多的蓝骨头，然后是细菌的温床，你就可以在里面睡觉。就是这样。哟。 所以顺着图书馆走呢，你接下来往这边有有一个岔路，两边走过去都是人文科学院，然后从这边开始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到那边是8区，像戏剧系就主要在第8区，第3区有犹太会堂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看一下的话，那边风景很漂亮，大家可以看。 Recebe o amor que é maior que tudo. Você esnoba, se retrai, se diz melhor e não quer mais. Eu reparei que quando você recebe o amor. 这边呢就是犹太会堂，通常中午时间呢，就是大家都要微波自己的食物，所以这个 microwave 就会大排长龙，你就可以来这边。但是要注意哦，这边的 microwave 是 kosher 的，所以你就要注意，它有分肉跟奶的吗？那边是肉，那边是肉，右边啊。 巴萨这里是哈拉比，所以左边是奶的，右边是肉的，大家就要记得分清楚哦。这边就是犹太会堂的入口，带大家都去看一下风景，很漂亮。 Mas se eu tivesse no padrão, será que tô dentro? E se eu tivesse fama, será que tô dentro? A regra é bem clara, mas não tô no jogo. E tudo isso eu fico nessa, tipo quem é ele? Ele é só macho escroto dentro do padrão. E tem monte que se deita, mas eu não. O jogo virou. Irene 现在在里面见秘书叙旧，趁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Irene 这个狠角色。她在这边念了5年，然后她这边念大学，然后第1年是念 Medina， 有点像是 language school 的概念，然后你就先念，然后学语言。她学到希伯来文6级耶，超猛。然后她大学4年是用希伯来文上的，她念的是教育，然后双主修戏剧，超猛。 我们现在离开刚刚的主要大楼，但它这个大楼是一连贯的，你就继续走，就会顺着我们刚刚介绍的。现在我们离开这个大楼，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。现在要带大家去看 Rothberg， 就是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。哟！刚顺着这个楼梯走上来呢，就会到一个大广场。 左手边那边往下走是法律学院，然后这边是西外大学唯一的学餐，这边是主要的办公室，所以如果你有财务相关的奖学金啊，或者是缴费相关问题，你可以来这边。右手边这边是一个私人剧院，在这个私人剧院的旁边呢是西北大学的考古学院。这个考古学院个人觉得很有趣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念考古学院，他们真的会去以色列的考古遗址挖掘，还有场勘呢，超酷的。在去 Rothberg 之前呢，我们刚右转到考古学院，然后我们现在左转要给大家看西北大学里面的罗马剧院。
在这边呢，你可以看到对面那边就是约旦，这边呢这一大块就是犹大旷野。每年呢通常都是6月底的时候，西北大学会在这边举办毕业典礼。但是有一件很吊诡的事情，是包含我的毕业典礼也是，因为我们今年毕业，可是明年才能参加毕业典礼。但是谁会隔年再回来啊？对不对 ，Irene？ 我啊，我就是要回来啊。可是他没有参加到毕业典礼。但是其实这边办毕业典礼的时候是蛮漂亮的，我那时候帮你拍照。哎，这边可以附图，可以吗？好吧，把我的眼睛打马赛克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去 Rockford Go。另外，1925年4月1号的就职典礼也是在这边举办的哦。从来不知道 Rockford 有这个地方，不会是在地的。主要跟大家介绍 Rockford 这一栋呢，第一个是我们的图书馆，这个就是给我们学生，就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图书馆，里面呢也有小组教室可以借，然后你也可以影印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是那个，因为看那个自然光，我超爱在那边念书的，就是你就会感觉就是什么意思？好，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带你们去看那边有个 student lounge， 现在带你们去看哦。底下右边这一排呢，也有生活上或者是一些大家可以联络他们。那没有钱可以吗？啊，对不起。这一排的办公室，他们其中一个办公室是办学生活动的，他们办超多 tour， 你应该有去过吧？跟他们一起，但是要钱。对，但是要对，大概20块、50块美金这样。今年他们有办一个 tour 去参加那个在战争之后的那个小城市，但是我没有去到，好可惜。这个就是 graduate student lounge。我第一学期的时候，因为战争嘛，然后是线上，我跟我同学就来学校线上，所以我们就待在这边。然后这边也有冰箱，有微波炉，然后有一些沙发，你平常也可以来这边睡觉。哎，细菌的温床被收走了，通常在这里。现在呢，我们到5楼了，这边就是整个 Rockford 的办公室。你如果在财务上或者是住宿上面有什么困难，你都可以来这边联络。现在要跟大家知道这个很重要的资讯，就是你如果要延长签证的话，你就写信给学校嘛，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封信，这封信你就要拿给内政部或是移民署什么东西的，然后你就在这边拿，有没有看到 Visa Letter。大家看看这个包包是不是很好看？快点因为这个包包来以色列留学，到底谁会？而且是西伯来大学，是西伯来大学哦，对啊，是爱因斯坦哦。好，所以最近呢，他们的 deadline 应该到8月底。然后在这片上了应该还有1个月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的是国际部，所以这国际部有一些 program 都是英文上课的。但如果呢你想来这边念大学，也可以，就跟 Irene 一样，你就可以先念这个美缇娜就会先念语言，然后念一些数学、英文，念1年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在西伯来大学用希伯来文念学士学位。对，然后这边 Rockford 都是硕士学位。现在我身后这栋建筑物呢，就是西伯来大学的第1栋建筑。当初1925年4月2号，爱因斯坦就在这边安了西伯来大学的基石。这边有个有趣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，西伯来大学的第1个化学部门，就是我现在身后的这栋建筑。1923年2月呢，爱因斯坦在这边给了第1堂 scientific lecture。非常有意义吧？现在我们到了 Botanical Garden， 是耶路撒冷第1座 Botanical Garden， 但现在已经移到别处了。但是这边还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很有趣，给大家看。这边是海拔827.31公尺。这边有池塘，还有鱼，你看。大鱼先生，嘣嘣嘣嘣嘣。这边平常也会有青蛙哦，你会听到呱呱呱，是真的。这个学校要盖的时候，还挖掘到了第2圣殿时期的坟墓。这里有一个光秃秃的树，他觉得这个树很恶心。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面呢，是诺贝尔得奖的校友。西伯来大学其实它的学术资源是非常好的，而且有很多校友从这边毕业，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，非常好的成就。
OK， 以上就是今天西伯来大学的 Campus Tour， 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可以来申请西伯来大学念书，不管是念硕士还是念学士。我觉得在这边最多学到的真的是体验生活，这边的地理环境啊、种族、语言、宗教真的太复杂了，但是越是复杂，就是越有历史，越有它的有趣之处。欢迎大家可以来以色列看看，如果有来的话，也可以来西伯来大学逛逛。就这样啦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